印度裔的美国前高官担心中国会获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。中国边上这个最危险的邻国，如果内战终止，中国又该如何入局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关于未来发展，中国能有多大影响，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关注和讨论。从国内情况看了呢，也存在了很多严重对立的意见。有些人认为当地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往南就是这巴基斯坦和这个伊朗，往北是俄罗斯，向东就是中国，就是一个战略十字路口。如果中国在这个地区能够发展起来的话，那么当地的矿产资源开发，包括打击针对中国的恐怖组织，稳定一带一路，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。也有人认为呢，这个新政府以前的表现来看，可能不会信守诺言，现在有一些相对理性的表现，这种表现也无法持久，甚至有可能无法约束手下部队，手下部队里边有些人也许会仍然向往极端。如果这些下层官兵的思想无法及时转变的话，他们有可能还会导向另外一些恐怖组织。再有就是经济问题可能会更恶化，眼看冬天就要来了嘛，粮食问题会不会导致更大的混乱？而在当地内战真正打完之前，这个地方就是烫手山芋，中国现在最好躲远一点。而国外呢，对中国入局也有很多种看法。你比如说，这个新政府表现的是热情洋溢，对中国是连连赞美，说中国是这个新政府通向世界的门户，并且直接说了对“一带一路”项目非常感兴趣。而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，倒是不置可否。不过虽然不置可否吧，但是回应的文字包装来看也是非常热情。而美国有些人呢，则表示担心，比如美国前任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、著名的印度裔女政客尼吉·黑利就表示了，美国撤离之后，中国有可能会努力地获取当地著名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控制权。而不仅仅是黑利有此担心，他的老家印度也是感同身受，因为如果这个空军基地成了解放军的地盘，那么中国就有强大能力对当地的稳定和发展进行引导，进而整个中亚地区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。特别是美军撤离，中国接手，美军失败，而中国促成当地繁荣，真要出现这种示范效应的话，会让美国在全球的说服力崩盘，这比以前表现不靠谱，丧失盟友信任，后果就更严重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呢，不仅美国不高兴，俄罗斯方面似乎也并不希望中国在当地发挥作用。特别是土耳其、卡塔尔、英国、美国先后表示承认了新政权，或者说是表示可以跟这个新政权开展合作之后，俄罗斯还是坚决表示不会承认这个新政府，继续将其视为恐怖组织。某种程度上，这种表态也是不希望这个当年自己没站住脚，又把美国赶走的国家里边，中国能够实现美苏当年没有实现的愿望。如果中国成功了，那么中亚各国继续跟进，进一步靠近中国，俄罗斯也会感觉到自己被进一步架空。所以呢，尽管中俄现在关系总体来看还是不错，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这个方向的发展仍然是既要拉拢，又要限制，还要防范。所以呢，中国在当地所面对的又是战略机遇，又是巨大风险。如果中国要入局，有可能是通过两个方法实现。一种呢，仅仅是以投资方式参加重建、参加开发，尽可能的规避一些政治风险，放弃一次全面施加影响的机会，低风险低收益，只是保险而已。另一种呢，就是在新政府的接受范围之内，索性大力投入，防止局面最后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。而据传闻呢，潘杰希尔峡谷的仗可能已经打完了，这意味着当地的内战可能真的要告一段落了，有利于我们参与当地重建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开始存在。也许未来1-2个月之后，我们就能够看清中国选择如何入局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局面更加清晰，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协调结果也会变得更加的明确。好，关于中国要不要抓住这次重大的战略机遇，如果要抓的话，该如何去抓？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